在视频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张动图。一架飞机坠毁，公寓楼直接被劈成了两半，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然而，这不是什么灾难片的场景，而是真实发生过的。1992年10月4日，以色列航空1862号航班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航空灾难之一。更令人后怕的是，幸存者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。许多人都推测与飞机上装载的一件神秘货物有关。那么，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的？神秘货物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1992年10月4日，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货机计划从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出发，飞往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。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中途停留期间，1862号航班的机组人员换了班，同时处理好了货物，给飞机加满了油。此次航班的机组人员包括机长伊扎克·福克斯、副机长阿农·奥哈德、飞行工程师格达利亚·索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位叫做阿纳特·所罗门的乘客，他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员工，这次利用飞行之便乘坐免费飞机前往特拉维夫准备结婚事宜。按照原定计划，该航班会在5点30分起飞，但后来推迟到了6点14分才开始滑行。到了6点21分，飞机正式从跑道起飞，升空后它随即开始向右转。然而没过几分钟，灾难就发生了。晚上6点28分，当飞机爬升超过2000米时，3号发动机突然与机翼分离，损坏了飞机的缝翼，导致它向后掉落，撞上了4号发动机。紧接着4号发动机及其挂架也从飞机上脱落，还撕下了至少10米的机翼前缘。另一边，由于机翼上的舷外发动机很难从驾驶舱看到，更不要说舷内发动机了，所以机组人员误以为发动机只是失去了动力，并不知道两个发动机都已经脱落，机翼已经损坏。这个时候的飞机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古伊莫尔湖上空，湖上的划船者们都听到了巨大的噪音，紧接着就是2个物体从天而降。起初他们都以为是有人在跳伞，但当物体靠近时才发现翻滚下来的竟然是飞机发动机。毫无疑问，1862号航班这次绝对是在劫难逃了。果然在几秒钟之后，飞机直接撞上了一栋位于比尔梅尔社区的公寓楼屋顶，随之而来的便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城市上空立刻出现了一大团烟雾，从远处望过去，2栋公寓楼之间被强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，遭殃的那部分白色塔楼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向内塌陷，连带周围的许多公寓全部陷入火海之中。不仅如此，带火星的飞机残骸穿过了建筑楼，飞向外面的树木，再次引发了大火。然而对于该社区的居民来说，宁静平和的夜晚突然被这不速之客给打破，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当然也没有时间去搞清楚，当务之急就是立刻逃离这个地方，一切都乱套了。居民们想方设法的逃出家门，有好心人不惜放慢脚步，帮助那些动作迟缓的老人儿童。可悲的是，也有部分居民因安全通道被堵，情急之下从7楼的阳台纵身一跃。事发时，2名警察正在比尔梅尔社区调查一起入室盗窃案，他们亲眼目睹了飞机坠落的场面，第一时间上报请求支援。紧接着，消防车、救护车和警车迅速从4面8方赶到比尔梅尔社区，看到满目疮痍的事发地，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。高耸的建筑物被撕裂，流落到街头的居民一个个都只穿着单衣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家成为燃烧的废墟。事故似乎没有造成大规模伤亡，大多数受害者都只是轻微受伤，自行去了医院。消防员也并未在搜索过程当中找到大量遇难者尸体，这是因为在事发时，大多数居民都还没有睡觉，他们抓住了逃生的最佳机会，基本成功逃脱后，房屋才被烧毁。然而事发当晚天气很好，那个时候许多人刚好上街闲逛去了，无意当中躲掉了这场灾难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话说，比尔梅尔社区与其他郊区有很大的不同。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，建筑师们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乌托邦社区，改变人们在城市当中的生活方式，于是就打造了这么一个革命性的现代主义建筑项目。在比尔梅尔社区当中，几千套公寓都长得一模一样。为了确保每户人家都能够俯瞰绿地，照到阳光，这些白色塔楼还以独特的蜂窝状呈现在大众面前。虽然居民们陆续入住，但建筑师们之前规划的所有配套便利设施都没能实现。比尔梅尔社区彻底成为了社会脱节的代名词。不过这样的地方很快就引起了当时社会最边缘的群体，也包括非法移民、LGBT 人群和瘾君子。他们手头没有多少钱，付不起房租，房东也不愿再支付维护费。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比尔梅尔社区成为了最贫穷、最动荡的社区之一。居民付不起房租，房东不再支付维修费，以至于该社区出现了大量空置的公寓，后来竟然都被毒贩占领开展业务。地下犯罪倒是进行得如火如荼。在灾难发生后，警方起初预估死亡人数会超过200人，但根据调查显示，在此次灾难当中共有47人丧生，除了3名飞行员和唯一的乘客阿纳特之外，其余43人都是来自地面。可是这个数字始终令人难以信服，一方面是因为现场惨烈程度以及尸体状况确实非常糟糕，另一方面，在比尔梅尔社区安家的非法移民，真实数量本身就是个未知数，也没有人为他们报告失踪。
至于灾难是如何发生的，一开始调查人员试图找到黑匣子，但令人失望的是，他们只找到了飞行数据记录器，而且损坏程度超出了想象，尤其是飞行最后2分半钟的数据受损特别严重。除此之外，发动机消失在了湖水中，即便后来经过了一番波折，潜水员成功的将其打捞上岸，但他们都已经严重腐蚀。这个时候想在此基础上对各种裂缝进行分析，实在是难上加难。后来为了进行灾难重演，记录器被送到了美国进行修复，成功提取了数据。调查人员根据现有的残骸进行了分析，推测出此次飞行从第一航段开始就充满了波折。先是自动驾驶仪的速度调节有波动，然后是无线电出了问题，最后是飞机3号发动机上发电机的电压异常波动。据说在事故发生时，1862号航班的副机长阿农在第一个时间紧急联系了空中交通管制，提出要重返史基普机场，并且在最长最近的27号跑道上紧急降落，但他们的飞机实在是太高了，只能被迫先在阿姆斯特丹上空环绕。与此同时，管制员正想方设法想要拦截其他着陆的飞机。然而在第2个绕圈时，机翼的襟翼展开了，内侧后缘襟翼伸出，但由于4号发动机出现故障，外侧右缘机翼伸出，这样一来，飞机在减速时会比正常情况下呈现更高的俯仰姿态，这也扰乱了右翼的气流。严重的配置差异使得左侧升力增加，飞机反而向右滚动的越是厉害。此时机组人员逐渐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。在下午6点35分25秒，机长伊扎克下了最后的指示，升起襟翼，放下起落架。他重复着下降，而另外一边在飞行最后时刻，空中交通管制员多次尝试联系飞机，但一切都已经结束。17秒后，也就是下午6点35分42秒，这架飞机以机头向下倾斜70度，机身向右倾斜90度的姿势，直接从天空俯冲而下，撞上公寓楼的屋顶。3秒后，史基普机场的塔台控制员向外望过去，惊恐地发现从坠机现场喷发出了大量的烟柱，烟雾和火焰在地平线上升起，而这架飞机也已经从控制雷达上消失了。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，有调查发现，此次事故波音747上使用的挂架设计存在根本缺陷，单个保险丝引脚的故障会绕过故障安全设计，导致灾难性的损坏。因此，当波音747发动机或者发动机挂架承受过大的负载时，发动机和挂架都会与之分离，而且这还不会损坏机翼或者油箱，发生的毫无征兆。由于塔架设计被判定为故障安全，因此波音公司不需要对单个组件，包括保险丝引脚进行疲劳测试。正因如此，波音公司始终没能发现这一问题。然而，除了讨论飞机设计存在漏洞之外，还有一点也遭到了大家的质疑，那就是1862号航班上搭载的神秘化学品。在事故发生了几年后，比尔梅尔社区其周围的许多居民都报告称，他们染上了一种慢性疾病，症状包括了失眠、慢性呼吸道感染、全身疼痛、阳痿、胀气和肠道不适等。因此，居民们推测1862号航班装载了某种化学品。随着飞机的坠毁，有毒物质便散播在了比尔梅尔社区，使得周围居民都暴露在其中。然而，根据调查发现，1862号航班确实装了别的东西。这是一批未公开的190升甲基磷酸二甲酯，通常是用于生产神经毒气或者测试神经毒气检测设备的化学品。而奇怪的是，这批货物虽然获得了海关批准，但它没有进行任何物理检查，因此有人怀疑运输这些东西是为了生产违禁品。但事实证明，这种化学品的数量太少了，只能用来测试。最关键的是，甲基磷酸二甲酯要与其他化合物结合才能够产生毒气。除此之外，飞机上面没有其他有剧毒或者放射性物质。至于居民们身体上面的变化，专家解释称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公寓楼倒塌后吸入过多的空气灰尘导致的。1862号航班意外坠毁，使得数百人无家可归。比尔梅尔社区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众人的关注。很快，政府重新为该社区进行了合理的规划，拆除了部分公寓楼，建立起了更多的便利设施，为居民改善了生活条件，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这起事故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